Before 你 start 一个东西 ，please plan 你的账理。为什么我这样讲？就是你 plan 你的账理哦，你知道你的 limit 可以去到哪里。万一这个东西做不成倒的时候，那条线在哪里？做了4年，我们现在有1.2个 million 的 learners，月费大概多少钱呢1块钱美金一个月。？1块钱美金，这你们怎样盈利呢？这个问题问得好，几乎来100个人都100个人，怎样赚钱啊？这生意，我跟你讲，做千万的生意哦，不是靠你 bro， 靠关系哦。到今天啊，这个决定啊，你问整个公司的人都讲这个决定是做了最对的东西，影响了整条路到今天。创业是这样，只要你不 game over， 这个 game 不会 over 的。欢迎来到今天的节目。哎，谢谢邀请我上来。其实你能简单跟听众介绍一下自己吗？嗨，我名叫 Jin Dan， 我是 founder and CEO of Rescue。Rescue 是一个线上学习平台，主要是订阅式，让人家给个订阅费，然后学更多东西啦。其实我今天 start Rescue 是因为我前13年的一些人生的经验啊，一些我的事业所有东西啊。用一句话来介绍我自己的话，我会叫我称为 as a 科技企业家。企业家有很多领域，我主打是在科技领域上，就是说用科技变成一个产品来对接市场或者卖给市场。这13年我都在这个圈子里面，可能在不一样的角色，曾经是发过产品，有设立过公司，有卖过公司，卖了公司过后也是参与了一些投资机构来去投资回科技领域，也有在政府的部门，也有在上市公司做工。你刚才提到你从业10多年，13年了，对吗？对，这样 Rescue 是你的第几个项目啊？我觉得应该是第4或者第5啊，第4或者第5。前面是刚开始，然后有的上上下下。Rescue 是我在我人生可能最筹备最好的状态下，或者是把知识啊资源啊整合到最好的时候，而去把它创造出来的一个时间的。对。Rescue 其实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在 MCU 的时候。 MCU 对，大概3-4年。2020年。 OK， 4年前。2020年，对，4年前。每个 MCU 都在烦工作啊。我其实是有工作的，那时候在上市公司做这工啊，还是一个高职位。就是因为这个 MCU， 我就有机会去创造我另外一个奇迹的产品。那时候就跟自己讲真的机会难得啊，Why not？ 我准备好了。我本来一向来都想要再出来再创多一个东西的，我觉得没有更好的时间出来再创业，就是这个时候了。就真的是辞职来去 start 这个东西。然后辞职的时候也不是说有概念要做什么，我知道我要做东西，可是我还没有很好的 idea 要去做些什么东西就真的是勇敢的丢心，然后去 start 这个 gut feeling， 有一个感觉。对，有一个感觉脚还力气啦。然后就裸辞创业。of course 我之前我的经验累积所有的东西，而去把所有该讲的，把所有的资源心机准备就往这个 project 下手。像这次的这个项目 Rescue 的时候，当时你启动的时候，那个资金大概是多少呢？我还记得应该用了200万。200万。我们的在公司的 backup capital 里面是有的200万，不是自己的钱不是700%自己的钱。家人的朋友支持者相信我这一次出来创造这个东西的人，一起去 start 这个东西的啦。可是今天我们看了 Rescue 在短短几年里面已经发展到这么快了，这样你能大概跟我们听众解释一下，你的规模大概是多大吗？现在大概我们走了4年，我们现在有1.2个 million 的 learners， 1.2个 million， 来自150个国家。我们的模式很适合不一样的国家来参与我们的平台。然后我们也有跟老师合作，我们暂时有850位老师来自世界各地来提供课程我们的 content 然后我们每一天的学习的一些资源所以4年里面在成长到1.2个 million 150个国家来自，然后850个老师，是一个很难得的一个数据尤其是身为一个马来西亚公司，可以在一个科技平台在国际市场上有一个位置的存在，我觉得是不简单不容易。我们也很庆幸高兴Rescue 这个概念可以真的是发扬光大。Rescue 算是一个 startup 嘛，对吗？对对对。这样很多听众可能他们对 startup 这个词有一点陌生了，这样你可以跟听众解释一下，讲说 maybe startup 跟一个传统模式的创业有什么不一样吗？
是startup 其实它是一个term 嘛，一个词啊，它 mostly 会用在公司有运用科技来运作的一些生意。你是创新、小型、刚出来，你的生意是有用这科技的，你就可以用这个 term 叫 startup 了。好像你开一个 kopitiam，它不是一个 startup，它是它一个是 cafe 还是个餐厅，人家normally 不会把你当做是 startup，它把你是一个 kopitiam，它是一个 cafe，类似这样啊。startup 就以科技比较有相关的东西。你今天出来卖 EV 车，你的新的公司新的产品是 EV 车，你可以叫 startup 吧，因为是很科技化的，对，有科技做 base 这样啦。对对对对。这样，好像你做过这样多个项目了哦。像作为一个连续创业者，其实你会建议年轻人去创业吗？肯定会。其实创业现在简单很多了，比较容易去做创业。我还是讲到那句话，在对的时候做对的事情，和真的是做市场要的东西，不是做你要的东西。所以创业不难，难的是 founder 没有准备，他在不对的时候做不对的东西，或者是他没有筹备好的知识资源去 fight 这个东西。创业很容易的，明天我可以给你一个 idea， 你就可以 start 了，真的可以的。我每一天想了一个 idea 都可以的。可是你有几 commit 呢？你有几准备呢？你有几认真呢？你有几想要呢？它往往都跟 idea 没有关系的。所以你问我鼓励吗？鼓励。可是前提我要你做好最好的准备才投入下去，不然的话，我可以帮你算命啊，98%一定是有问题的啊。现在的整个大数据都讲整个 startup 很好看，可是大数据讲98%不成功。为什么？我觉得就是往往有时候容易的来，没有去做好准备，然后可能那个18%在生存的，就像我这样，我进来的时候是1倍有准备的，我没有想过他会倒的那一天，我只是想到他怎样去成长，怎样成功的那一天。因为我做所有的经验啊，所有的我的事业所做经过的东西啊，而去做的同一个 idea， 我可以套在另外一个可能小白身上，或者是比较年轻人上，我会跟你讲结果不一样啊。创业肯定是好，可是前提是那个关键点啊。就你刚才你提到的做好准备啊，就像年轻人他应该怎样去做准备？Let's say 他讲说 ，OK，maybe after 几年我要出来创业，这样你会怎样 advice 呢？首先，我觉得不管你做什么，你成为世界第一人，你一定要从 basic 开始。可能其实创业是这样，就有一个公司，如果你都没有去打过工，你怎样去了解员工的心态？你怎样去了解一个公司的运作啊？一些 registration 啊，一些 basic 的东西，如果你没有去做过，你不懂了哦。用运动员来 relate 啦，就是说，你真的要成为世界第一，你要经过从大小比赛，去州比赛，去国比赛，才去国际比赛，国际比赛要世界级的比赛，你才能成为世界第一啊。没有人可以 skip 到这个路程的，知道吧？其实你问我创业一样的，你没有从小做起，你没有从做工做起，你没有做高层做起，你没有做过每个部门不一样的经验做起，不是不可以。我觉得80%数不成功会在那边啊。所以当你在选择要不要创业的时候，你问你自己，你在哪一个阶段？你在打州比赛呢？你还是在打国际比赛呢？还是打小型比赛先？你为你自己准备先，因为你的状况会影响你的生意可以去到几大，可以去到几成功，可以去到几快速的成长，它很关系到你自己本身，它不关系到 external 的东西，大多数都会关系到你自己 founder 的本身。对。曾经你在创业圈子这么多年了，你认为马来西亚创业圈子存在怎样一个误区或者盲点呢？误区的盲点啊，我想一想，这也是一个点啊，就马来西亚的舒适圈太过好了，真的舒适圈，就是说所谓的我们做不好也不用紧，做好也不用紧，它的竞争也没有这样激烈，没有这样强烈，大家都很舒服，所以很多 take it easy，slow and steady。虽然你那些讲很穷，也不会穷到像有的国家要睡路边，没有地方，没有东西吃到这样的状况。
我们还会饿不死那种状况，所以考就影响了整个创业的一个心态上，不是不好，可是我们所出来的成绩就刚刚好哦。刚刚比较普通了。普普通通，你会看到普通的成绩很多，很好很好的成绩很少所以我们的创业的整个水准跟国际不一样，如果对比的话，我们只能讲一句话叫普普通通这个状况，我看到是这样啦，我觉得分析是这样啦，就可能不够竞争力有时候不够竞争力会影响不出一个人带出去就像李宗伟的问题他每次有 limit，because 他找不到对手在马来西亚培养练球，你明白就这样所以他就过不到那关，在不一样的 level 的时候，你需要不一样的竞争力来带出你最好的那个潜质跟那个爆炸性，所以它是息息有相关可是 overall 我觉得有在进步，有在进展，要更多这些活动好像今天的 podcast 就是一直宣传，一直去推广，一直把那个 level 再提高一点这样Jin对于一些想要创业的年轻人假设他们现在已经有一个 idea， 这样你会怎样建议他们去以最快速最经济的方式去验证他们 idea？ 其实你有 idea那些你准备好了，前提是准备好了，你想要做的时候，你一定要尽快去 test 那个 market。就好像其实很多方式可以去带出来。我再跟你分享一下真人真事其实我要创 Rescue 的时候我有这个 idea， 可是我要把它呈现出来，可是我要时间去让我的团队去 develop 嘛。在还没有 launch 之前，我去跟人家借。因为有的人曾经有做过类似像的 idea， 只是做不好做不起，我是跟他租你可以借给我先吗？你不要的东西借给我，因为我要把这个 concept 推去市场了，本钱很低嘛，他不要的东西借给我推的，我跟他讲 OK， 我接下来要 launch 这个吧，现在这个模型是这样，未来会是这样，可是我给你看到先我不可以讲你等你等我啦，你等我3个月过后我的产品会出来现在我只是在纸上画给你看，我觉得每次往往都是这样，所以真人真事，我去跟那个人借，我还记得每个月我给他多少钱借我先，我呈现出来的时候是好，现在是这样，你 sign up 先，我要你的 data 嘛，你 sign up 先，过后3个月过后我会乱新的版本，加强版本 from 这个，当人家看到的时候我有概念，跟刚才你问东西一样，如果我不做那一步我就白白浪费了我3个月，人家 imagine 不到，所以你有 product 你有 idea 的时候 try 各种方式来去跟 market 对接先，那个拿 feedback 嘛，拿 feedback 真好笑去跟人家借来弄这些，所有的课程都不是我还是借来的借我先然后自己 start 一些东西，我还记得我们还没有 launch 的时候，我们还做了一些 program 用 Facebook Live 来做啦，平台没有好，难道我只有一个选择吗？我可以用 Facebook 来做先，我可以用 YouTube 来做先，这些都不用本钱的吗？直接走先走先，一定要走先。如果你看回去，我们一 start 的 Rescue 是 Facebook Live 开始的，本钱最低有一个东西先出来，它一个壳也好，它一个概念，至少人家看得到，想象得到，可能可以看到一些数据 ，feel 得到，他 feel 到你的成绩，feel 到你的东西，而且不要浪费时间开始收集 data 了。那时候我们 Facebook 来就开始收，可能就接近500个，500个是一个 good start 如果你连500个都没有人 buy 你你就知道你的 product 有问题你就要变，你就要转或者是怎样这样我们看其实好像刚才有没有谈到这个就很多人他也会想到同时会想到同样的 idea， 而执行出来那个结果又不一样这样其实你觉得啦，这个实际上去执行的时候结果不一样，差别其实在那里呢。这个每次我也是拿来开玩笑，别人讲你可以 copy 我 idea Rescue 做一模一样的，可是我担保你一定做不好例如说，如果我做一样的东西现在做，我跟你担保肯定失败，或者pandemic之前做也肯定死。其中一个点就是我在对的时候弄这个对的东西。第一 of course 是大家懂 execution，of course 你可以拿一模一样的 idea，
今天我们一起比赛，你做跟我做，我可以跟你讲，我做一定跟你比较好。那个 execution，因为有了经验啊，有知道怎样去做啊，跟前面我讲的东西一样，就是你要去 build 你自己，就好像你去打比赛，你本身要 training 先，我 training 好了我怎样跑都跑比你快的。所以那个 preparation 啊，那个准备啊，你的知识啊，你的经验啊，很多人讲，哎呀，不用的啦，我靠我出名，我是网红，我弄小就 OK 了的嘛。我觉得如果生意这样容易哦，每个人在街上哦都是企业家，你拿石头丢10个9个都是企业家，可是往往不是我，往往只是28%是88%不是，类似这样的状况啊。所以你意思是讲说如果他可以在不同的企业可能工作过，有那个经验啊，可能资源啊，他知道怎样去 execute 的时候，when 他 come back 自己去 launch 的时候，他执行上会很不一样了。对，对，或者你做的东西，往往跟你的人生经验有关系的。像为什么我们选到，因为我又不是老师啊，我又没有曾经做过学校，我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踏入教育领域。因为我为什么？其实它跟我之前做的东西有关系，就是说我 build 过accelerator，我们的 style 很喜欢去帮助别人 empower 别人。我只是把我想要做的东西，把它放在一个比较轻松的感觉带出来给大家去学习。所以我们的学习方式不是也所谓讲的不是很深入、很认真的学习，它是一个很 casual、很 relax 到的学习的一个平台，没有压力的，然后带出来给人家所以跟自己的性格啊、之前做过的东西啊是有相关的哦，这样才会做好。或者另外一个点，你叫我忽然间去 example 做游泳的生意，which 我本身都不会游，而不是可能不喜欢游或者没有参与。你觉得叫个前国手来游泳国手来做这个生意，谁会做得比较好？就是他的背景不一样，经验不一样。是，很多人讲哇，你看到很多例子在外面，他忽然间做了一个东西很成功，他领域。我不相信是零开始的，他曾经某一天 whatever， 他一定有接触过或者有一个启发点，让他今天做到这样的东西，一定会有的。所有的生意跟founder一定有相关的关系的是啊，经验累积不一样，所以他才会做这样的生意。是。这样就很好奇了，这样你看了 Reskill 了，你从零嘛做到现在全球150个国家。其实你一开始的策略是怎样的呢？是从马来西亚开始的吗？第一天我就没有想过是马来西亚公司，所以那时候其实我在挑战我自己的极限。当我做 Reskill 的时候，我在挑战，因为之前的经验、之前的 achievement， 我已经做过某一个程度了，我不是白纸一张，所以我在 break 我自己的 record。那时候 start 的时候，大家都懂了，我跟团队讲，就是它不是一个马来西亚公司，它虽然是 start from here， 把从第一天已经 set。他要走 global 了，他要走全世界了。所以那个目标的设定也是一个很重要的点，让今天成长相关。因为如果我不跟我团队这样讲，他们的格局啊想法就会锁定在马来西亚。第一天来的时候，不管你是新来这个挑战世界这个挑战世界了，就你所想的策略 strategy marketing 所有的 action plan 都是以 global 为主，不是 VK。我每次跟他们讲，不要把你的想法设定在 KL， 它不是 KL， 它是你所 set 的一个东西，做了一个 strategy 一个 campaign， 怎样符合全世界的人很难，but 你一定要从这样的概念开始。前面要先做对 ，after that 才可以 scale 了。因为你的 message pass 一个下面的全部都要这样想，都要这样做，都要跟住这样的方式，它才能大家的想法我今天所做的东西不是为我自己着想是为全部人着想，全世界的顾客着想，这样的一个方式这样我们看很多人其实他们在创业的时候肯定会遇到一些困难陷入困境。这样这个时候他们就会面对一个情况，就是 OK， 我应该放弃还是我应该坚持？这样其实你会怎样去建议，比如讲说当创业者他们在遇到这样子的一个困境的时候，他要怎样去选择，他要坚持还是 pivot 好呢？很好的问题。这个也是时常这跟朋友值得分享了，就是说 before 你 start 一个东西， please plan 你的
葬礼。生意啦，不是人生啦。before 你的 please plan 你的葬礼，因为为什么我这样讲？就是你 plan 你的葬礼你知道你的 limit 可以去到哪里，你的 risk 可以去到哪里，你就要想，万一这个东西做不成倒的时候，那条线在哪里？before 就要 set 了，而不是在状况的时候才 set 咯。因为你在状况有危险的时候，在状况的时候，你的想法、你的情况不一样了。所以 start rescue 的时候，就是所谓咯，我去 start 这个东西很冒险，太过冒险了。在我那段的时候，明明有一个很好的工作了，很高的薪水啊，在 MCO 每个人有工作就很开心的嘛。我要辞职我老婆差点杀了我哇，这个很冒险的啊！可是我又想要start了，这样我已经画了那条线，到什么时候如果还做不成，我 stop and quit。那时候我start的时候，我给我自己我讲2年啦，2年里面如果没有成绩，情况不好，我一定要 stop，我不可以再冒更大的险了，不然你的动业也大，你很难翻身啊。如果你有一条线，就好像你 investment 也是有 stop loss， 是，你一定要给自己空间，有机会翻身啊。我是抱着这样的想法啦。所以就意思是说 ，even before start， 他就要先 plan 最坏的打算，是吗？对，然后有一个 timeline。所谓的叫 stop loss 的 stop loss 的那个点，也可以讲是 timeline。你可以用业绩来对标，你可以用时间，你可以用成绩，看你用什么方式啊。我那时候 of course 时间是包括买成绩啊、业绩啊、数据啊，类似这样啊。就像投资这样，不然的话去到那个时候，可能你的 emotion 你 attach 就觉得哎，好像就不要 cut loss 因为人生起起落落，你要 ready， 当你掉的时候，你怎样反弹回来？所以那个空间一定要有让你翻身，所以那个准备要有啦。所以这个是我用这样的方式来筹备我去创业，每一个创业我都这样想可能比较怕死啊很 discipline 很 discipline， 要 discipline，对。今天我们看了那个 rescue 你们的 rescue 现在还是走 subscription 的 model 对吗？是。这样月费大概多少钱呢？哇，月费很惊讶的哦。月费1块钱美金一个月。1块钱美金1块美金一个月，对。这你们怎样盈利？对，这个问题问到好，每个人几乎100个人都100个，怎样赚钱这生意？因为那时候你看我跟你们讲，我就是抱着一个是 of course 是一个搏的一个心态啦，搏就是跟他拼过一下看怎样。可是我知道有一条 break even line 的。那个平衡点在你，如果我超过100千的用户，被我1块钱一个月，我每个月有100千所以那条是我 break even line。就好像你出去买，就好像拼多多那样，虽然是很便宜，以前的 Groupon 的 idea 虽然很便宜吧，很多人买的时候，它是可以 break even 的，甚至有 profit 的。所以那时候我的线，如果我讲，我一定要以这条线，我一过了 break even， 我就安全了所以你问我现在，现在我们还 profit 的你讲怎样赚的，可是 OK 过了那条 break even，after that profit， 我跟你讲，接下来发生什么事？接下来如果 customer 在成长，我的成本不成长，我的 profit margin 一直在成长了。所以这个是 quantity game 的一个玩法。OK， 意思想说你很清楚找到那个 break even line 的时候，因为你的 marginal cost 是 maintain 好像 almost the same 了，要剩下的就是 profit 了。是这个东西你参考 Netflix 它也是这样所以有时候很多有答案的，你没有去做准备，没有去参考，我就参考Spotify、Netflix， 我只是把它放在不一样的领域做不一样的东西所以你只是把价钱，我为什么放1块钱？因为我要一去市场就要惊讶所有的人，从来没有人做过这样的事情，我就要成为，我才快想上来嘛。我卖10块跟卖1块是有分别的1块所谓你讲咯，哇1块你杀了对，谢谢你，只要你讲我杀了这个名字，你就会去记住了，我就 attract 到你的attention 了。OK 那时候我是用这样的 strategy 来上来的。就有那个记忆点在那边
他可能没有 subscribe 吧，他记得那个 rescue 1块钱呢。其实市场很多人是这样的，他记得 rescue 的，因为那个疯子做1块钱的教育。但今天我想问你一下一个问题啊，就是市场上我们看到，因为有些公司他们可以做到100万的业绩了，是很少数的公司啊可以做到1000万的业绩。这样今天我相信你都经历过了。这样其实你认为了，到100万级别的公司和1000万级别的公司，两个之间的差距是什么呢？这是我刚才跟你讲过一句，所以很好的优点，100万跟1000万的分别这100万的时候，你还在老板本身或者 Thomas 在 fight 着的是 sales 啊 marketing 啊，你怎样做 campaign 啊，你要去1000万不是看这种的，他看你的 finance， 他看你的 structure，你的怎样去安排，怎样去很 top level 的看的东西，你不用去。你要去1000万，你不用看你的 marketing 做什么东西，你不用去看你的 sales， 你的 product 是怎样，因为已经成型了嘛。你要成长那10倍真的是在靠我们讲 look at the books，finance 为主，你的 accounting 为主，从哪里要调整，哪里下budget，哪里要花钱，哪里不要花钱，你的决定就在这边的。所以当你需要那种 level 的时候，你的心态，你的 knowledge， 你要做的东西不一样。很多往往就是你看到老板那天做很大，还是 number one salesman， 不是这样的。还在 operation 里面，还在 operation，对，他要抽身，他要在不一样的东西，他在 pitch 的不一样的东西，他在建设不一样的人，他可能在打交一些关系是跟政府那一边别的资源，他不是在卖产品的，他在开路，他在筹备下10步是什么，你的策划，你的做的东西不一样啊，跟你第一天start的，所以往往就是很多人放不下这个东西，我还是要回去看看有没有人开门啊，我要坐在那边啊。No， 你做的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你讲100万跟1000万，那个角色是完全不一样的就好像我每次讲一句就其实你是CFO Chief Finance Officer， 其实你的工作是做 accounting 吗？不是，你的工作是在外面跟人家吃饭、吹水、喝茶、喝酒。你是做 PR more than 你在看你的账，因为你在 build 关系与那些finance 的人，让你需要有钱的时候，你的对接很快。所以你看那些都不是在看账他就是在 build relationship with 银行啊，跟那些 investor 啊，在看不一样的东西啊，他没有再去动。书里面每天 credit debit， 这是100万，我不懂怎样跟你解释吧，这是100万跟1000万不一样的分别，需要做的东西跟需要看的东西。包括成长也是看，你100万了，你的东西成熟了的，你只是要怎样去 duplicate 它，快成长10倍做的东西比较 aggressive， 比较快一点就是 maybe 他在0到100万的时候还在 prove 他的东西了。Once proven 了，他要想办法去抽身 ，maybe 把东西变得比较 automation， 比较 SOP 这方面多得力抽身去做更重要的事情，更有价值。我跟你讲，做1000万的生意不是靠你 bro， 靠关系靠关系。很多人讲卖产品是你产品好，还是有时候是那个人决定要买你那个人那个关系比较重要，因为要下大单你看100万、1000万的单不一样的好吗？是靠什么呢？你的产品真的是全世界独一无二，没有人有别的东西。两个 competitor 来的时候，到最后成交了都是谁跟那个人要买的关系比较好。是签单，确实，到最后是这样的，生意做越大都是 relationship more than product selling 所以刚才我跟你讲吃饭喝茶吹水喝酒whatever 这些东西。maintain relationship 所以我每次跟员工讲please， 你们到那种程度了 please 去做这样的东西，不要每天跟我在 office， 不代表你在 office 是很群力，知道吗？不是，每天找一个人吃饭，每一天去见一个人喝一杯咖啡，午餐找人吃，晚餐也找人吃 ，to build 更好的 relationship。去 event， 很多人讲周末我要出去参加活动参加活动就是 indirectly 的 sales 发生了，叫 relationship building这个确实很多不同的人，他们还没有到那个 stage， 他可能没有发现到，
其实那一个 gap 嘛，就是在这个部分。是，所以我觉得你问到很好啊，所以那个 gap 就在这一边罢了。这样近了，我们看其实很多人呢、他们也是创业嘛，他可能没有好像你的这样的经验，或者是做到这样子的 level 了。很多人，尤其是比如你是在 MCO 时候开始，很多人他们也是在 MCO 开始，所以我们看到 MCO 很多公司崛起嘛。But after MCO 就看到他业绩开始滑落。我相信很多公司啊，他们面对这样一个状况啊，这样你会怎样去建议他们去调整他们 strategy 呢？所以啊，还是那句话，do the right thing at the right time。你问我现在做的东西跟我第一天 MCU 做的东西一模一样吗？我跟你讲是不一样。product 是一样，product 是一样，可是，在 MCU 的时间卖的 strategy 跟现在没有 MCO 在卖的 strategy 完全是不一样。所以 product 可以是一样，但你的 strategy 要一直变通。我分析几个 example 啊，好像透露我的秘密这样。我讲一下。是在 MCO 的时候很直接的上来学习，online 学习，很直接，每个人没有选择。OK，MCO 过后我的最大的竞争者就是 offline 了吧，就是 offline， 所以我就把它变通。我给你几个 example 啊，就是第一，我还是一样的学习平台，可是我网的卖的点不一样。我有几个做，有做了几个东西。我把我的产品变成一个 CSR 的产品，还是一样学习平台，我去对接我们叫那些 charity foundation， 我要讲，其实很多年轻人想要学习没有学习的，没有机会的，可是他们需要一个学习机会，你不可以买来 sponsor 送给他们？那时候我们整个公司就去找 foundation 机构来做支持，我来个 support， 就是想去送人。indirectly 他对我是想是 sales 吗？是啊，是sales啊。然后along the way 我们也是有一样的 product， 把它套在不一样的东西。我们有把我们 product 套在一个我们叫 container 课室里面。container 课室啊，里面还是学习 reskill， 可是它外面有包围一个我们叫 smart classroom， 可以移动性的课室。为什么？去针对一些比较落后的地方，比较乡村的地方，他们也要学，可是他们没有什么，没有那个设备，没有电，不可以讲没有电了 ，internet 不好，没有设备，没有说，这样我就配合设备攻打进去，还是一样的产品， but 你要了解 market 缺少什么，你补上去，你的产品是一个配合上，它到最后还是一个 sales 啊，还是一个 sales。我们现在多元化，我们现在卖是以 campaign 来卖啊，很多不一样的东西啊，结果还是那个产品，把前面跟第一天卖的方式不一样。对我来讲就是卖很多方式，你的结果是要出你的产品了嘛，把你的语速要变通要变通，要变。所以就是说，因为那些人面对问题，就是你第一天这样卖，你到今天还是这样卖，你打算10年过后还是同一句话。你明白吗？所以那个语速要去想一下，改变一下，卖不一样的地方一下，找不一样的客群，就是说去想一些，这东西不可能在这边卖的，我的东西可以，这样就开了一个新的一个领域。本来是学习的嘛，跟 charity 有什么关系？没有关系的，把你改一下，有一个空间出来了。其实那时候我们卖到很好如果经过 charity 的时候，我跟你讲 example， 我叫你买，你就要买一个吗？你可以捐给10个人，帮助10个人嘛？你会捐10个吗？会，我的 sales increase 10次。里面本来我想要卖你一个罢了的，在我一个人买10个没有用吗？捐给人家就 OK 了。有用每一年你是想要帮助人你明白吗？所以一样的产品，我转变一个话术，这个是很实际的 example。我一个人我就 increase 10次了。哇，这招不错啊！这个学员很好，因为就好像你用不同的方式去做同样的事情，是，只是我麻烦一点，我要找人家去接手我这个 account。But that's why 我们的工作嘛，虽然你出钱要钱，可是我们要找10个人接手but 不难找啦，不难找，对。这样子呢，我很好奇了，在你创办这一个 Reskill 整个过程到现在了，有没有几个关键的决定是 game changer？ 你能分享一下吗？有这个很好笑的东西啊。
我那时候我刚才讲了，我 start rescue 我们会有爆炸性的概念了。可是我还记得那时候我本来价钱我们不是要卖1块钱的，我们设定在$150美金，整年啦，整年有了150块。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写在板上了，是吧？一直在讨论哦。有一天我就讲150块，我跟他讲，不然我那个板写着150块，我就讲，不然我们做比较爆炸性的东西，我把一个零擦掉，15，每个人团队15，老板你不要玩15，讲哦，我又把那5擦掉，我换2，我讲为什么要12？我要1块钱一个月。这个是我们 launch 因为前面我们 launch 出去是 free 的嘛，一定是要 free 的。我头6个月是 free 的，当要放价钱的时候，本来是150块的，那时候有一天不懂头敲到还是怎样，我记得彭白我擦掉变成1块钱一个月的时候，这个决定到今天你问整个公司的人，所有的上下都讲这个决定是做了最对的东西。很夸张的一个改变的想法。那时候改了，打出去的时候，到今天我跟每个人讲，这12块最定住，不会起价也不会掉价，1块钱一个月刚刚好。这个小小的决定，影响了整条路到今天我们准备要上市也好，什么都好这个1块钱真的是我们最主打的一个最强的卖点是就是那个 game changer 的 game moment game change 整个市场 game change 整个 rescue 让更多人有印象本来因为头是 free 的，我们本来要 launch， 可是 market 不懂，只有我们懂所以今天分享了这个秘密，另外一个秘密。真的想问你一个假设性的问题假设了你能回到10年前假如回到10年前你可以告诉当时的自己一个关于做生意的认知，你会对当时自己说什么？我觉得叫跟自己讲要勇敢一点勇敢一点讲的，你问我今天这状态我在做 rescue， 我在把目标设到很高，什么都好我抱着一个，我比以前更勇敢10倍吧。可能以前我们一步一脚印，很怕做错，很怕怎样，很怕没有错啦，很怕不是没有错，只是如果你问我10年前，如果10年前敢抱着今天的状态我跟你讲，现在今天就完全是不一样，完全不一样改掉很多东西。所以呢，怎样去拿掉那个怕？其实答案是在其实接触多一点，去看多一点，准备多一点，就群力一点，去踏不一样的领域做这些东西了。今天我这样勇敢，我问我自己，怎么我今天这样勇敢呢？因为我发现了很多刚才我讲的东西，真的刚才我讲的画一条线不准备那个失败的时间怎样去筹备更多知识，去做更多东西这些可能是做了后知后觉才发现到原来我今天不怕，因为我已经 complete 了，我的 level 已经到那个。10年前如果你给我一个机会，我想要缩短这个学习过程，可能真的是快一点，那时候的 result 跟 effort 会不一样。我觉得要改变的是这个啦，把其他东西我觉得心态那个过程我觉得都是一个不错的过程，不错的一个心态，只是比人家慢慢 OK 啦，慢了也是有慢的一个结果就你可以回去改变一件事情，你会建议自己勇敢一点，速度快一点，可能那时候比较chill这样你觉得了这样你在创业圈子这样久了嘛？你觉得马来西亚的创业圈子其实缺什么吗？我们马来西亚活在一个很舒服的圈子，不差，不是很好，but OK 就在那边了。我们不够饿不够饿，要去把一个东西做得成，一定要做得成，一定要给它世界第一类似这样的东西所谓的就是我们的 culture， 我们的整个环境都是你说马来西亚人，你知道了，我们很 chill 我们很不 relax 所以我该讲的就是勇敢要快一点我觉得在这一边罢了of course 现在的人很多概念很多想法都很好，因为都很创新只是那个所谓讲的
你只要你只想要它成为一个很大的爆发点，那个 hunger of achieving it 还是缺少啊。如果你问我啦，这个是我本身自己体验到的，就是现在跟以前为什么我有这样大的分别？因为现在我很想要，我很饿，我很想把这个东西做回世界都认识我的东西，所以我做东西很快很积极，不管什么问题，一定有办法解决，只要你想还是不想。所以那个马来西亚competitive 的环境，其实啊，你看啊，在马来西亚你做好做不好，我还是给你一个字哦，不会饿死哦。你不会在路边没有屋子住，没有饭吃，不会有这样的情况，所以大家就没有这样饿哦，很 chill 的去做，慢慢来。可是如果你在不一样的国家，机会是一切，你有一个 idea， 你最好明天就快点飞到太空去了，因为你不做，100个、1000个人会跟住你这样做，copy 你这样做。马来西亚的 competitive 的 level 还没有去到这样。那你 compare 美国，你 compare 中国、印度那些大人口啊，你以为你一个人在做啊？几百个人在抢着给你做，因为你不成，他要成功，他就是要 make sure 你不成功。马来西亚联络这个东西啊，你的 competitor 可能1个2个，你没有100个，没有1000个对你，所以还很舒服的 slow and steady 哦，这样啊。这样就换个角度讲，会不会其实这个是一个 gap 呢？比如讲外国这样竞争啊，这样 competitive 啊，Malaysia 就大家都很 chill。这样如果你有这样 competitive mindset，会不会它其实就是一个 gap 一个空间存在？我觉得 competitive gap 这个 competitive 是好事来的，让你去推广更快，其实是 push 一把 push 你，他不会杀掉你，他不会干掉你，他只是推你走快一点的。这个其实生意都是这样的嘛，谁把最好的东西呈现到市场最快，成长最快，你就赢家咯。就这样的一个 idea 跟 concept 啦。我觉得这整个 gap 呢，不会讲在很危险的状态，其实每个人都有做好的本分，政府那边啦、私人机构啦、大企业啦，大家都在想办法去把它做到更好，推到更好。其实，在马来西亚创业其实很幸运，很好彩啊。其实很多人帮你啊，真的。如果你真的今天做 startup 吧，不像以前，今天你要那些讲，我缺钱，其实很多政府机构都在 support 给很多钱啊，以前没有的。大公司会出来讲，喂，你有 idea 跟我讲啦，我会帮你做一些东西啦。可能一些大老板啊，一些私人机构啊，像今天我们在这边在这个场地啊，他也是出于一份想要支持帮助大家推一把的。我觉得 compare 以前我是过来人，以前没有这样回事，是以前谁要帮你投资你跑掉了咯，政府给你钱不可能啊，整个环境整个趋势前景都会是很好，对。其实另外一个情况我们看了，就马来西亚面对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于人才外流了。这样，你认为本地的企业家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改善这个情况呢？我觉得很难去阻止人才外流啊，因为我们的钱whatever啦。主要现在如果你要维持跟吸引人才，我觉得你的公司的 culture 一定要 build 到很好，真的。你问我，我们公司有吸引到一些外国回来，尤其是外国回来，然后他们其实可以做到更大的职位，他们成绩很好。可是他们都会愿意来跟我一起配合。我跟各位讲一个不一样的东西，就是我不敢讲我给他特别多钱，没有，我只能讲就是我用我的想法、我的梦想、我想要达成的东西，我跟他分享。对，你外面可以赚到钱，但如果我们一起去达成这个东西，它的好处会 more than 那个monetary term。Of course 有的人讲画大饼啦、卖梦想啦。我觉得这个不可以没有的东西啊。如果你要去维持这个东西啊，其实现在的人呐，除了钱，他们做东西要有一个目的性。我的幕后，我做这个为了什么？钱是第一 ，OK？ 幕后是什么原因？
你要帮助马来西亚啦，要推广这个啦，推广那个，我觉得每个老板要有准备的一个想法。所以我没有其他答案给你讲去马来西亚回流人才，因为钱还是 number one 啊，number two 的原因要很明显的带出来，唯一的方式我觉得是这样啊，就要有那个愿景，是至少是可以吸引一些人回来。对，而且你要会去分享，会去从高到低每一层都要知道你的梦想、你的愿景是什么，公司的愿景，这样他们才有火力 continue。因为跟我们 start 的时候状况一样，我们不够钱，我们的 payout 不是很高，可是往往我吸引到很好的人跟我们一起配合。你问他，你留这公司是因为钱还是愿景？他会跟你讲，他答案一定是第二个，因为我知道，我跟他讲，如果你这个今天的角色、今天的能力啊，你换去另外一个公司啊，你的薪水一定高过我这里给你的，一定。可是为什么你做了4年还在这边？我有去问嘛，尝试去问去了解啊，那么我相信你要达成的东西，我想要完成这个路线，我想要达成我这个目标，这是我 number one。more than 那个钱 ，of course 那个钱要 OK 啦，不可能偏低啦 ，OK 啊，这样的一个方式。已经最后了就有些年轻人可能他们现在正处于事业上或者是职业上的一个十字路口啦，他们可能是在做这人生重大的抉择。这样Jin有什么话想要跟他们讲吗？我觉得是啊，因为你们所经过的路我经过我是跟你讲，有时候我在创业，有时候我在打工，有时候我进去输付钱，有时候我跳出来做冒险，我的路都是这样来的，所以我还是跟你讲，在那时候的状况，你要做最好的决定给你 ，OK？ 东西不急的，不代表你今天没有创业哦，你后5年哦没有 idea 的，我会跟你讲，不会这样的，不会可能讲。今天我没有做这个东西，一定是 miss。可是如果你的状况真的很糟糕，不允许你去这样做，我还是劝你不要做先咯。你去 prepare 你的 self。做创业最好就是你不要有一个很大的压力在你后面。有时你不够钱，你已经状况很差了，你已经明知道你已经有一个洞在前面等你，你又跳下去，这样不是叫自杀？Rescue 今天来到了，我在4年，今年40岁了。我觉得他来，我觉得他的 idea 来到我刚刚好。我不希望他在我30岁的时候他来，我不希望他在我25岁的 idea 这个 idea 来。可是那时候今天好刚刚来的时候，我觉得很好啊。前面我知道我没有能力的时候，我去做不一样的东西。当我去做工的时候，我抱着一个我要学习怎样去运作这一间上市公司，它整个 SOP 是怎样，它的 management 是怎样，你就学不会怎样要把一个公司搞上市呢？所以我还是劝这种了解你自己先，你的状态，不要我还是觉得创业是这样，只要你不 game over， 这个 game 不会 over 的。很多人不是 game over， 是他自己 over， 自己死掉先，他拉不到3年，他拉不到5年。所以往往都会引到那个保的那个团队那东西。如果你在这个转折点，首先不要问市场，先问你自己，什么东西你现在是安全线？只要你不 game over， 那个 game 不会 over 的。记得不要把自己搞到 game over。